三姐妹用美貌吸引恶少，故意被抢上山寨，暗自高兴，却假装极力反抗。一同拜过天地之后，有6个婆子分别左右架着他们的胳膊，把仨新娘推进了洞房。抢亲的新郎一挑门帘，抬腿跨入屋内。美人们，郎君我来了，哈哈哈哈！就见他3两步走到婚床边上，抬手掀盖头。话说这2只手都不够用的，怎么有3个新娘3个盖头啊？这家伙心里恨爹娘，怎么没给他多生出1只手来？三姐妹惊叫连连，起身离开婚床，分别躲到屋子的几个角落。再看这位新郎，一身大红的新郎装，尖嘴猴腮儿，面色发黄，如同烂了的黄柿子，八字眉，母狗眼儿，鹰钩鼻子，薄片嘴，没有胡子。来人呐，给我把他们绑到床上！真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不听话，老子也照样洞房。门口守候的那6名婆子一哄而上，就把三姐妹给绑了起来，一字排开，扔到床上。这3姐妹是同一天出生的3胞胎，黑蝴蝶、白蝴蝶、粉蝴蝶。因为各自肩头上有不同颜色蝴蝶形状的胎记而得名。3个人长得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，美若天仙。好了，退下吧，把门给我守好了，本少爷不叫你们，谁也不准进来啊！6个婆子出去把门关好之后，这个黄脸恶少黄皮赖扭回身，朝着床上的蝴蝶3姐妹把嘴一歪，又重新露出了邪恶的笑容，不紧不慢，缓步上前，就像是一只饿狼在欣赏自己的猎物。接下来就要慢慢享受这些猎物。眼瞅着3姐妹就要失身了，突然间一声巨响，把恶少黄皮赖吓得浑身一哆嗦。心想这是我伯父牛大鼻子的山寨，他现在应该还在前面聚义厅饮酒呢呀。我在这儿洞房，他是知道的，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放炮。那么这炮声是怎么回事呢？没等他想明白呢，前堂传来了喊杀之声，紧接着就是叮叮当当刀枪棍棒相互碰撞的打斗声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山上来了好多军队，估计是包围了山寨了，领头的是衙门里的都头魏国邦。什么？领头的是魏国邦？好大的胆子，反了他了。他是不想活了吗？说着话，恶少黄皮赖推开报信的小卒，背着手就出了婚房，走向前堂聚义厅。他怎么这么横啊？原来他爹是本县的县令黄三连。黄三连与这座山寨的土匪头子牛大鼻子是拜把子的兄弟，平日里官匪勾结，欺男霸女，为非作歹，干尽了坏事。都头魏国邦在他爹手下做事，这黄皮赖当然是不把魏都头放在眼里，所以就这么冲。到了聚义厅，黄皮赖一看，立马就傻眼了。只见他的土匪伯父牛大鼻子已经被五花大绑，200多名土匪兵喽啰，屋里院里双手抱头跪了一地。县衙都头魏国邦抬腿一脚就踢在了黄皮赖的腿窝子上，咕咚一声，黄皮赖也跪下了。黄皮赖，现有知府大人的令牌在此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原来这次上山剿匪，县衙都头魏国邦是先锋官，元帅是府城的将军于官锦。他们解救了蝴蝶3姐妹，押着土匪头子牛大鼻子和县令的儿子黄皮赖，以及所有的土匪喽啰兵，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就下了山。回到县衙，县令黄三连的儿子恶少黄皮赖这才明白，原来他爹他娘都已经被抓起来了，关进了木笼囚车，
知府大人贾知礼坐在公堂之上，一拍惊堂木，啪！来人呐，将罪犯牛大鼻子和黄皮赖也都锁上囚车，一同借往府衙审理。黄皮赖大骂贾知府：贾知礼，你狼心狗肺，我爹没少给你送金银财宝啊，你不能抓我们，把他的嘴给我堵上。黄皮赖还真没说假话，其实这贾知府也是个贪官，只不过是最近皇上微服私访，刚巧被一只告状无门的朱财主给撞上了，告了御状。陛下，我们的县令黄三连自从到任以来，正事不干，他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，巧立名目，私收税银，欺上瞒下，贪赃枉法，勾结土匪，做尽了坏事。小人几次到府衙告他不下，恳求皇上为民做主啊！为了取得县令黄三连勾结土匪的现场证据，朱财主知道县令儿子黄皮赖每次抢了民女之后，都是要到牛大鼻子的山寨里去玩乐，于是派自己的3个女儿黑蝴蝶、白蝴蝶、粉蝴蝶，故意让逛街的黄皮赖看到，吸引黄皮赖抢亲，将3姐妹抢上了山。皇上命知府贾知礼派兵随后攻山，将山匪牛大鼻子和恶少黄皮赖一同抓获。知府贾知礼率队，辅城将军于官锦亲自押解，县令黄三连夫妻俩、恶少黄皮赖以及山匪牛大鼻子等人蹲在木笼囚车里。那些个土匪小喽啰们被一根绳子穿成一串捆着，步下走。两侧是骑马的军兵，朱财主也骑了一匹马，3个女儿蝴蝶姐妹坐在马车里，跟着前去当证人。1000余号人马浩浩荡荡就够奔府衙。半路上忽然杀出来一支军队，有3、4千人之多，勇猛无比，竟然劫走了贪官县令黄三连、恶少黄皮赖、山匪牛大鼻子以及所有的土匪兵。知府贾知礼和元帅于官锦没办法，只能是带着残兵败将和证人朱财主及其女儿蝴蝶3姐妹回到府衙，向等候在那里的皇上奏报。岂有此理！在朕的天朝疆土上，竟然还有另一支军队存在。待朕回京之后，定派大军前来，灭了这群乌合之众。朱财主一听，眉头一皱：启禀陛下，京师到此有几千里的距离，派兵征伐实在是不方便。这伙贼兵的头领我认识，过去曾经与我一起做过生意，后来跑到边境上干些非法买卖，现在手下招募了有3、4千人之多，人称南霸天。这次劫走囚犯大概是为了报复那黄县令。以前他跟黄县令有仇，如果皇上允许，小人我愿意代表朝廷前去游说，劝他归顺朝廷，岂不是免去了刀兵之灾，让老百姓少受些苦难？皇上点头同意，于是朱财主前去边境游说，还真就诏安了南霸天。之后，县令黄三连和他儿子黄皮赖数罪并罚，因为有命案在身，都被判了死罪，秋后问斩。知府贾知礼贪污数额过于巨大，也被判处了死刑。山匪头子牛大鼻子也有命案在身，被砍了脑袋。皇上任命南霸天为知府，南霸天很是得意。本来手下就有军队，牛大鼻子原来那200、300人也成了他手下的兵了，现在又当了知府，真是志得意满。皇上带着朱财主和他的3个女儿回了京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皇上喜欢上了蝴蝶3姐妹，把这黑蝴蝶、白蝴蝶、粉蝴蝶都给纳为了妃子。朱财主摇身一变成了国丈爷。1年之后，南霸天正在府衙办公呢，忽然接到圣旨，说是召他进京商议国事。南霸天心存戒心，带着嫡系部队2000多人马赶往京城。
在距离京城不足100里的时候，忽然被上万御林军给团团包围。还没等开战呢，身旁跟随南霸天多年的副将，他最信任的蒙弟汪广寇，手起刀落就砍下了南霸天的人头。因为刀法实在是太快了，南霸天的脑袋落地之后还没死，疑惑地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杀我？”然后才瞪着眼睛不说话了。汪广寇歪着嘴冷笑一声：“大哥，对不住了，谁不想当一把手啊？恕小弟不能事先与你商量，不过我一定帮着哥哥选一口好棺材，也就是了。”原来皇上早就暗中对汪广寇许了愿，说是只要借机杀死你的盟兄南霸天，我封你为护国大将军，统领1000军万马。只可惜进城之后上了朝堂，皇上不但没有封官，相反立马就赐给了汪广寇一杯毒酒，送他去追他的大哥南霸天，哥俩到那边作伴去了。南霸天的军队群龙无首，被皇上遣散到全国各地当农民。当地官府将他们的资料记录在案，每个人都是终生不允许离开本村。皇宫里的皇上呢，到现在终于可以安心地搂着他的几位蝴蝶贵妃，赏花听曲儿了。这真是善恶美丑人间有百态，富贵荣华不过帝王家。